大家好，我是江袅袅，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。现在呢是东北红辣椒秋收的季节，我们一般呢家家户户会用这种红辣椒穿成串儿，那么晾在院子里或者阳台上。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就是今天教大家做的蒜蓉辣椒酱。我们会给大家带来2种方法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做第一种蒜蓉辣椒酱的方法是无油版。那这种辣椒呢，它的皮比较薄，它的肉也比较薄，而且水分呢也比较少。它吃起来呢，味道是甜甜的，而且它的辣度比较适中。我们不用刀切，直接手轻轻的往里一推，那么把它的蒂取出来就可以了。那里面这个辣椒籽儿呢，我们尽量要保留一些，因为它的味道会更好。像我们平时在处理这个辣椒的时候，可以戴一个手套。因为每个辣椒的辣度呢，它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无油版的辣椒是跟我的奶奶学的，但是因为现在奶奶的岁数大了，身体也不太好了，所以呢，手艺也得到了她的真传。在处理辣椒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沾上水，要不然这样的话它会容易腐烂掉。我们把它切成段儿，因为一会儿呢，我们要把辣椒搅碎。好，下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就进行搅辣椒了。那今天我们用到的是一个半自动手动式的搅拌机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嫌累的话，手剁也是可以的。这个辣椒呢，一次不用放太多，大概是这个容器的1/3就可以了。如果呢，要是家里面有那种全自动的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一定要注意，打一会儿呢就停一会儿。因为全自动搅拌机它打的速度比较快，辣椒酱呢它一打快了就打成泥了，所以我们用半自动的，它能够均匀的受力，而且最终形成的辣椒块是比较小的。搅到差不多的程度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辣椒成这种状态基本就可以了。好，辣椒处理完了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剥蒜。那下面我要化身扒蒜小老妹儿，教大家如何快速的扒蒜。那首先呢，这个蒜呢，我们在它的底部切下去非常暴力的敲一下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再抖一抖，其实这个蒜呢很快的就落下来了。那比我们正常扒呢要省时省力非常的省事儿。这个大蒜呢，如果想省力的话，我们可以提前在砧板上切一下，也是给它搅成碎末要保持有那种颗粒感。哎妈呀，累死我了！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处理蒜蓉辣椒酱的辅料部分。那今天我们会用到一只梨，东北呢老一辈留下的这种方法，梨呢可以增加这道蒜蓉辣椒酱的口味，借助一下梨的这个甜味儿跟水果的香气。这个梨呢，我们去掉里面的核，然后去掉外面的皮，把它呢切成小碎块。它这个汤汁呢，尽量也要一起收里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姜呢给它切成碎末，越碎越好。好，所有的食材呢我们已经准备完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一个混合的步骤。首先我们把辣椒呢放到一个无水的容器里面，接着呢放入半斤的蒜末，再把半个梨放进去，再加上姜。最后呢，我们加入2种佐料一个是糖，一个是盐。我们把它均匀搅拌完了以后呢，放入到一个无水密封的容器里面，大概是储存密封2天以上就可以食用了。那刚刚我们做的无油版蒜蓉辣椒酱呢，主要它能体现出辣椒与大蒜的原汁原味儿。储存方式呢也比较短，大概周期在2个星期左右，所以呢大家做完以后尽快吃，尽快食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过油版的蒜蓉辣酱。
们添加了黄豆酱，那它能体现出一种酱香的味道在里面。首先我们开火热锅，那油的量呢要比平时做菜多一些。在东北呢，虽然没有矿，但是我们产豆油，所以东北菜呢，我们一般都喜欢加油加的多一点，这样炒出的菜呢比较香，也能保证我们这个蒜蓉辣椒酱呢储存的方式久一点，大概储存的时间在1个月左右。那锅中呢，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温度，接下来我们放一些香辛料，首先放入花椒、八角、小茴香。还有桂皮跟香叶，其实呢，这个步骤在东北呢，我们叫做熬一下油，那能让这个油更香。这个熬油的过程呢，时间大概在10分钟左右，一定要观察火候，千万不要让这个香辛料呢熬糊、熬焦。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料呢给它捞出来。好，那捞到这个程度呢，锅中可能还剩了一点小茴香，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关系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爆锅了。那首先我们准备了蒜，还有葱和姜。使用这个葱呢，我们尽量用大葱的葱白，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火是小火。我们加入事先搅好的辣椒。这个时候呢，开大一点的火，把辣椒蒯进去。那这个时候下面已经有一些沉底的辣椒水，我们尽量不蒯到里面。这个锅内呢，现在在冒泡，其实代表里面的水分还是有的。大概炒10分钟左右，炒掉辣椒里面的水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加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豆瓣酱。其实呢，辣椒酱好不好吃呢？主要在于它的功夫跟火候。只要掌握好了呢，一般都不会失败的。就这样呢，轻轻的推动它。那这个步骤呢，要重复大概20分钟左右。那整个屋子里都是辣椒的香气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加入一些调料。首先呢，加一些酱油、白糖，还有盐。加入所有的调料以后呢，大概我们再炒5分钟就好了。那现在呢，这个辣椒酱呢是纯素的，如果你要是喜欢吃牛肉酱、猪肉酱，我们可以事先炒好肉馅儿，炒好肉丁，然后呢加进去一起熬。那当然了，如果加肉的话，熬的时间要更久一点。好了，5分钟的时间大概到了，那我们关火。那这个过油版的蒜蓉辣椒酱呢就已经做完了。无油版的蒜蓉辣椒酱呢，密封2天后就可以直接生吃了如果烹饪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凉拌一些凉菜，比如说酸辣藕片。那过油版的蒜蓉辣酱呢，我们不但直接可以直接食用呢，还可以呢拌饭并且可以随手炒一下鸡蛋或者是回锅肉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